在提高性能与降低造价的矛盾中，韩国的 KF-21战斗机遇到了大麻烦。大家好，我是施涛。最近韩国媒体报道这个韩国的 KF-21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制计划呢遇到了大麻烦。那么根据目前的测算呢 ，KF-21战斗机它的造价已经达到了6600万美元以上，这已经是逼近了美国的 F-35战斗机。但是KF-21毕竟不是一款真正的隐身战机比起 F-35呢还有一些性能上的劣势，但高昂的造价可能导致 KF-21战斗机最终研发以及生产呢会失败。KF-21呢是韩国为主导印度尼西亚投资的这么一款所谓的第5代战斗机，但实质上KF-21呢可以看作是一系列技术的集成，开发的基础呢被认为是韩国之前开发的这个 FA-50战斗机韩国呢希望是通过一系列西方先进货架技术的集成与2次的开发，拿到一款具备一定的第5代战斗机特征的4代加型的战斗机。之前呢 KF-21的这个研制计划呢似乎是高歌猛进一路凯旋但是呢现在韩国媒体爆出了 KF-21的一些致命的问题，就比如说 KF-21的关键核心技术实际上呢是被牢牢的掌握在外国供应商的这个手中，特别是例如这个有源相控阵、雷达等等在内的一系列的技术是掌握在美国手中。而之前呢，美国在审视了 KF-21战斗机发展方案之后，对包括雷达在内的一系列关键技术进行了这个一系列的技术管制也使得韩国无法如愿获得梦想要的这个先进技术，不得不呢转向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一系列其他的国家寻求技术合作来突破。而现在 KF-21面临的不仅仅是这个技术来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原本 KF-21希望呢是通过一系列系统上的堆料形成这种局部的先进优势，但是正由于这个技术来源的复杂以及韩国无法自产这一些高技术的子系统，因此呢 KF-21的子系统造价非常的高昂，使得整架 KF-21的这个售价也是节节上升。目前经过测算，韩国空军认为自己可能都无法负担这个 KF-21未来的这个高昂的这个造价，开始要打退堂鼓了另外就是韩国 KF-21这个重要的研制伙伴印度尼西亚之前所承诺的提供的经费实际上已经有4年没有继续的提供了。目前看，印度尼西亚很有可能也会退出 KF-21计划。但是对于 KF-21来说如果把它的子系统的先进程度降级那更是死路一条毕竟面对类似于 F-35这样的先进战机， KF-21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能低售价，而现在高性能与低售价形成了一对无法克服的矛盾与死结。可以说韩国野心勃勃的这一款战斗机开发计划前面可能已经走进了死胡同里。那么之前韩国在军贸市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包括了 K9 自行火炮，包括了 K2 坦克，都取得了很辉煌的外销战绩。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系列军售的成就背后的逻辑，实际上还是韩国强大的生产能力。而在面对类似于高端战斗机这样的高技术密集型的武器装备的时候呢，韩国的整个技术劣势也就显现无疑。那么未来 KF-21计划会如何发展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毕竟咱们也有这么一款战斗机，未来可能走向国际军贸市场，那就是咱们的歼35看看未来在国际军贸市场上歼35跟 KF-21的竞争会如何的持续下去。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我交流。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我们下期再见。